他正讲着课，却突然忘记了该怎么说话。孩子们看着老师痛苦的表情，哄堂大笑。他们认为老师在给他们开玩笑。女人想呼喊隔壁班的老师求救，可她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只能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救救我"几个大字，随后身体便一阵抽搐，摔倒在地。很快，女人便被送往了医院。诊断室内，医生们激烈讨论着女人的病情，种种症状表明女人大概率是得了脑癌。可经验丰富的豪斯医生却不这么认为，但除了脑癌，他也想不出其他符合症状的疾病，只能给女人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诊。可刚刚将女人送进核磁共振仪，一些诡异的声音便在女人脑中响起。她出现了幽闭恐惧，随着设备的启动，女人更是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喉咙严重水肿，封闭了气管，让她不能呼吸。女医生发现了不对劲，第一时间暂停了检查，将女人救了出来，然后将女人气管切开，输送氧气，这才保住了女人的性命。但核磁共振也并非一无所获，女人所表现的症状让豪斯猜测她患上的是脑血管炎。虽然不能完全确认，但眼下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医生们开始给女人使用类固醇治疗，得知自己患上的可能不是脑癌，女人总算看到了希望，但她还是高兴的太早了。因为虽然服用了类固醇后她的病情有所好转，可当天晚上女人便双目失明，紧接着便癫痫发作，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好消息是已经可以基本确认女人患上的不是脑癌，因为她的病情恶化的太快了。可除此之外，医生们再也没有其他的发现了。既然检查不出个所以然，豪斯医生决定从环境因素上寻求突破。他让下属来到女人家中，看看有没有毒素或者违禁药品。可两人在女人家中翻箱倒柜，还是一无所获。一筹莫展之际，小黑无意间的一句话却引起了豪斯的注意。他说女人家的火腿很好吃，有火腿就有猪肉，有猪肉就可能有绦虫，而给一个脑子里有绦虫的病人服用类固醇，他便会出现病情轻微好转然后急剧恶化的情况，并且绦虫的外壳和脑髓液的密度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脑部 CT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原因。可没想到基本上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女人却不接受治疗了。原来接二连三的治疗不仅没有治好她，反而让她病得更加严重。女人表示，除非可以100%确定我脑子里有寄生虫，不然她不会再接受任何实验性的治疗了。她想要有尊严的死去。豪斯医生大骂女人是个白痴，他告诉女人，我们可以活得有尊严，但永远不会死得有尊严。终于，在豪斯慷慨激昂的说辞下， No treatment. 病人们总希望得到医生们的保证，可偏偏医生们不能做出任何的承诺。但天无绝人之路，小帅突然想出了可以证明他脑袋里有寄生虫的方法，给女人的腿部拍摄 X 光。豪斯恍然大悟，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女人脑子里的寄生虫，但寄生虫喜欢腿肌，如果她脑袋里面有，那她的腿上一定也有。果然，腿部寄生虫在 X 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女人也终于放下心来，决定接受治疗。而治疗方法也很简单，医生拿出几片药丸让女人按时服用。女人接过药丸一脸懵，你要早说吃药就能治好，我也不用你们整。不久后，女人便基本痊愈。她想要再见一面豪斯医生，当面表示感谢，可医生却说 He cured you. You didn't cure him. 医生无意间看到男孩的腿抽搐了一下、两下，他由此判断男孩可能快要死了。他急忙走上前询问男孩是否注意到了自己刚刚的行为。肌肉不经意的抽搐叫做肌震挛，通常是因为睡觉时呼吸降得很低，大脑以为身体快要死了，因此发出一个刺激讯号，试图唤醒身体。可男孩明明醒着，又在男孩父亲口中得知男孩最近经常出现夜惊的情况，肌震挛加上夜惊，这让豪斯确定男孩的病情不简单。他马上让男孩办理了住院，并且让下属监测男孩的睡眠记录，以确认男孩父亲口中夜惊的情况属实。可当天晚上，豪斯却独自一人带着手术器械来到了病房。他先是将男孩绑在了病床上，然后在男孩惊恐的目光下，在他的脚趾上画下手术记号，最后拿起手术钳，残忍地将男孩的脚趾绞断。男孩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好在这只是男孩的一场噩梦，而病床旁脑电图监测仪显示的数据也证明了的确是夜惊。随后，医生们给男孩做了 CT 扫描、核磁共振等一系列检查，可他们观看扫描成像时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豪斯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他注意到成像上脑胼胝体有着轻微的弯曲，这应该是阻塞造成压力进而产生的症状。可同事却认为是豪斯小题大做，男孩可能只是在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动了一下。但质疑得快，打脸来得更快。检查后发现，男孩脑部不仅存在阻塞，而且还有好多。医生们马上进行了疏通手术，可没想到手术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术后对男孩脑脊液做测试后发现，脑胼胝体的弯曲并不是男孩发病的原因，而是发病的症状。而且男孩脊髓腔内免疫球蛋白剧增加，结合之前的种种症状，说明他患上的是多发性硬化症。遗憾的是，这种疾病目前还没有可以完全治愈的方法，即使尽早治疗，男孩也只能再多活几年。得知噩耗后，一家人悲痛欲绝。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当天晚上，男孩便失踪了。保安检查了所有录像带都没有找到他，说明他一定还在医院里。最后终于在楼顶找到了他，可男孩却神情漠然，精神恍惚，嘴里还喃喃地说着球场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小帅大声提醒着他这不是在球场，但男孩好像听不到他们说话，继续往前走着。
危急时刻，小帅一个飞扑，这才将他救下。第二天一早，豪斯便得知了男孩梦游并且差点摔死的消息。可豪斯竟显得有些兴奋，因为精神混乱跟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不符。这说明男孩得的不是多发性硬化症，可不是多发性硬化症又会是什么呢？毕竟男孩家中又没有遗传病史。一筹莫展之际，豪斯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他注意到男孩下巴处有一道裂痕，而他的父亲却没有。男孩极有可能不是他父亲亲生的，那就不能排除遗传疾病的因素。但这种事情也不能直接问，于是豪斯偷偷拿走了男孩父母的纸杯去做亲子鉴定。可得出的结果却让众人大吃一惊，不仅男孩的父亲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的母亲也不是他的生母。豪斯怒气冲冲地找到男孩父母，质问他们为什么要隐瞒男孩是他们收养的，导致自己诊断过程中一直没有往遗传疾病上想。没想到男孩的父母却同样愤怒，因为虽然男孩出生2周后便被他们领养了，可他们领养时问得特别清楚，男孩的生母没有任何遗传病史。一番话让豪斯再次陷入了沉思，那男孩得的到底是什么病？突然他想到了最后一种可能。 She vaccinated? 婴儿在出生的6个月后才会接种麻疹疫苗，而6个月前是母乳中的抗体在保护着婴儿。但男孩出生仅2周就被收养了，极有可能是小时候麻疹病毒便侵入了男孩体内，但男孩侥幸地活了下来，而病毒发生了突变，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潜伏在了男孩的脑子里。果然，通过瞳孔穿刺对视网膜进行切片取样检测，终于确定了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这突变的病毒。随即便对男孩展开了手术治疗，通过对大脑左半球输送抗病毒物质来杀死病毒。手术非常成功，男孩的身体也在逐渐恢复健康。而对于自己被收养这件事，男孩也表示无所谓了，因为他跟自己的父母一样，同样深爱着对方。可在医院的另一边，却有另一对父母想要害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几天前，小伙被送往医院，他一个人身上出现了7种几乎不可能同时出现的症状，医生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符合这所有症状的疾病。此时豪斯医生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那就是小伙同时身患2种疾病。自负的他马上依据自己的理论展开了治疗，可同事们却认为他的诊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个人被2种疾病同时攻击的概率只有100万分之一。为了证明豪斯是错的，几人来到化验室，大海捞针似的排查小伙身上可能出现的任何病毒，但很快他们就被打脸了，因为经过治疗，小伙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可豪斯还没来得及高兴，小伙的病情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进一步恶化，他的免疫系统甚至崩溃了。医生们只能把他转移进无菌病房，因为现在即使是一场小小的感冒也会要了他的性命。豪斯一个人失神地坐在办公室里，眼下的情况竟让他感到束手无策。他翻阅了大量的医学书籍，从清晨一直带到了深夜，没想到却得出了一套更离谱的理论。同事们觉得他疯了，因为小伙表现的症状跟痛风毫无关系。豪斯则解释说，治疗痛风有一种常见的药物叫做秋水仙素，秋水仙素会阻碍细胞的分裂，而一旦细胞停止分裂，就会出现腹痛、皮疹、肾衰竭等一系列小伙身上的症状。至于小伙为什么会服用秋水仙素，豪斯猜测是因为小伙最先出现的症状是咳嗽，所以他去药房拿药，而药剂失误把秋水仙素当成了咳嗽药开给了小伙。那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当初小伙吃错了药，可他自从进入这家医院再也没有吃过之前的药了，为什么他的病情先是好转，然后又急剧恶化了呢？豪斯沉思片刻后，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他怒气冲冲地找到小伙家属，质问是哪个白痴干的好事。星期2，小伙的病情开始好转，星期3却又急剧恶化，说明有人在星期3给他服用了其他药物。母亲在听到了儿子可能吃错了药，有些不知所措。原来他看到儿子咳嗽个不停，便把之前的咳嗽药给他吃了。为了印证小伙的确是误服了秋水仙素，一行人来到了药店，让药剂师把开给小伙的药丝毫不差的再装一遍。可得出的结果却又将所有的希望破灭，药剂师开的确是咳嗽药，这说明豪斯吃错药的理论是错误的。那现在想要查清病因，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办法，给小伙做开腹探查，逐一检查身体各个器官。虽然以小伙现在的身体状况做开腹探查风险极高，但眼下也只能赌一把了。可刚刚给他做完术前准备，小伙就说自己手指麻了，紧接着便血压骤降命悬一线，医生们紧急对他进行心脏复苏，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手术显然不能继续了。小美将手术情况告知了豪斯，可没想到听到小伙差点死掉，豪斯竟显得有些兴奋，因为他终于找到答案了。他没有穿戴任何防护措施，便走进了无菌病房，紧接着用力在小伙脚趾上掐了一下，小伙痛苦的尖叫更加验证了他的判断。他之前秋水仙素的理论是正确的，但秋水仙素中毒所引起的症状并不是同时显现的，从最开始的腹痛、皮疹到现在的干扰神经导致脚趾、手指刺痛，而下一步应该就是脱发。果然，豪斯轻轻一扯，小伙的头发便成片的脱落。可如果咳嗽药没有开错，小伙是如何摄入秋水仙素的呢？答案是他一定在吸食面粉。看来面粉中一定含有秋水仙素。自此一切终于真相大白。相比于诊断病情时的忐忑，治疗过程非常顺利。
小伙很快便基本痊愈，仅剩的轻微咳嗽的症状吃点咳嗽药就可以。可小伙接过咳嗽药，却发现这跟自己之前吃的有些不一样。之前母亲给他的背面没有字母，但众人也没有多想。而此时的医院药房内，豪斯正翻箱倒柜的寻找着什么。因为如果真的如小伙所说，他仅是吸过2次面粉，面粉中秋水仙素的药效不可能如此持久。果然，最终他找到了一款与咳嗽药十分相似的秋水仙素药片。老奶奶已风烛残年，连路都走不稳了，可是甚至连基本的心跳都难以维持。医生们初步诊断是细菌感染，并且根据婴儿们出现的症状锁定了几种细菌。难言的情绪荡漾在众人心中，但好在终于找到引起肾衰竭的药物了。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停掉另一种药物的孩子病情也加重了。随着对母亲的抽血检测，终于确定了病毒为埃可11型病毒。可遗憾的是，这种病毒尚未发现治疗方法，只有一种实验性的抗病毒药。女人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睡觉，就在床上一连睡了3天3夜。丈夫轻声想要叫醒温柔贤惠的妻子，直到此刻，女人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两人马上来到医院就诊，可没想到就算是在医院，女人依然能够保持每天20小时的睡眠质量。医生们初步怀疑是脑部肿瘤，并马上给女人安排做了核磁共振，可却没有发现任何脑部异常。但女人的病情还在持续恶化，她甚至癫痫发作了。医生们救治及时，这才保住了女人的性命。可癫痫后，女人却连基本的操作能力都丧失了，这让病情更加扑朔迷离。一筹莫展之际，同事的一句话却引起了豪斯的注意。Did you look at her breasts? 对啊，大脑出现的症状可能并不是由大脑引起的。如果女人患有乳癌，而大脑细胞和肿瘤细胞之间的分子极其相似，副肿瘤综合征便会导致机体自身抗体混乱，从而导致抗体攻击大脑。医生们马上给女人做了胸部检查，可得出的结果却让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女人的胸部没有任何问题，屋漏偏逢连夜雨，医生们这边没有任何进展，但女人的病情却又进一步恶化了。她先是感到手臂瘙痒难耐，紧接着针孔处便鼓起一个大包，随后鼓包破裂，无数只蜘蛛从里面爬了出来。女人惊恐地抖动着手臂，想要将它们抖落，但这一切只是女人的幻觉。不过爬虫幻觉的出现，再加上之前的种种症状，也让豪斯锁定了2种疾病。一种是非洲锥虫病，可一个从没去过非洲的人根本不可能得非洲锥虫病。第二种是缅热病，但女人前期出现的症状也跟缅热病的初始症状不符。遗憾的是，这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都十分危险，不可能进行顺序式治疗或者同时治疗。一筹莫展之际，突然豪斯想到了什么，并不一定去过非洲才会得非洲锥虫病。负距离接触过非洲的人同样也会，因为所有通过血液传播的东西，通过性也一样可以传播。夫妻2人中可能有1人背叛过对方，从而导致女人间接感染了非洲锥虫病。可即使告诉2人隐瞒真相的结果，可能就是死亡。夫妻2人仍然一口咬定自己从未有过背叛，那非洲锥虫病就可以完全排除了。医生们马上注射氯霉素，开始对缅热病进行治疗。可输送药物后，女人便出现了意识恍惚，紧接着便陷入了昏迷。而只有一种情况下，缅热病患者注射氯霉素才会导致昏迷，那就是患者根本没有得缅热病。那现在的答案就只有一个了。医生们马上展开了对非洲锥虫病的治疗。可就在众人焦急等待治疗结果的时候，丈夫却第一次希望妻子不会醒过来，因为如果治疗有效果，就说明妻子一定背叛过自己。经过治疗后，女人的身体很快产生了反应，她的体温停在了104华氏度。但医生们也不确定这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只见丈夫缓缓走到妻子跟前，他开始祈求上帝让妻子好起来。对。就在此时，妻子终于艰难地抬起了手，治疗起效果了。可豪斯此刻心里却五味杂陈，因为他知道又有一个家庭在他的治疗下即将破碎。果然，女人身体有所好转后，男人便选择了离开。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也必然会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当我们决定要做一件错的事的时候，要考虑清楚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件事所带来的后果。请艾特你的枕边人，让他不要做傻事，因为就像视频中的女人一样，纸永远包不住火。富二代只因买来廉价的衣服没有洗就穿了，竟因此在医院里抢救了3天3夜。原来穿上新衣服的当天，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紧接着便一时模糊摔倒在地。随后男孩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医生们根据种种症状怀疑男孩在吸食面粉。很快他便在仓库里找到了一罐乙拌米，那就是每天乘坐同一辆巴士去学校。医生们又赶到巴士汽车上检查，最后在司机的口中得知，他最近每次路过一个池塘的时候，都会闻到些难闻的味道。一切终于真相大白，医生们马上给2人使用了乙基对硫磷的水解酶。可没想到刚刚用完药，2人的身体就同一时间内开始了抽搐，他们的病情再一次恶化了。这说明2人体内的毒素也不是乙基对硫磷。不过根据2人的严重程度以及心脏的症状，医生们马上来到了杂物间，找出2人的衣物进行了取样检测，终于确定了2人的衣物上都含有一种叫速灭磷的化学物质。他打电话将儿子的症状告知了疾控中心，并表示在收到疾控中心的回复前不会再接受任何治疗了。但男孩的病情已经刻不容缓，在得知疾控中心也无能为力后，母亲这才同意用药。
可用药后两人的身体却迟迟不见好转。这一幕也让豪斯有些心灰意冷。男人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而众多医生们就在一旁袖手旁观。豪斯医生看到后立马对病人展开了抢救，旁边下属却怒斥豪斯不能救这个病人，但豪斯对此充耳不闻，很轻易的便将病人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可没想到病人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的救命恩人豪斯告上了法庭。原来男人曾是红极一时的音乐家，2年前被确诊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导致下身瘫痪。最近他的病情更是进一步恶化，直接导致他在一次演唱会上突发肺炎被送往医院。万念俱灰之下，男人签下了不抢救协议，但豪斯却不认为男人患上的是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于是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对他进行了抢救。法庭上，面对着刑事指控，豪斯却显得泰然自若，甚至巧妙利用自己被告的身份要求与原告当庭对质，而此时原告还躺在重症病房内，这意味着男人不得不继续接受治疗，直到他可以参加庭审。但豪斯还是低估了一个失去梦想之人的求死之心，为了能够结束治疗，男人甚至放弃了对豪斯的诉讼。放弃诉讼便意味着男人没有了原告身份的约束，豪斯再也没有权利干扰他做出的决定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被撤掉呼吸机，然后静静等待又一生命的落幕。可出乎意料的是，撤掉呼吸机后，男人的氧气指标竟然维持住了。这下就连豪斯的下属都认为一定是肌肉萎缩硬化症了，因为虽然撤掉呼吸机后男人没有死去，但他的一只手臂也瘫痪了，这符合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症状。但豪斯却依然认为手臂的瘫痪跟这个病没有关系，于是他又偷偷给男人做了血管造影检查，果然在男人的脑中发现了血栓，手臂的瘫痪是由血栓引起的。随着手术将血栓取出，男人的手臂很快恢复了正常。可遗憾的是，豪斯还是没有找出导致他下身瘫痪的真正原因。但豪斯没有放弃，他拍了拍男人的腿，示意自己一定会把他治好的。可就在此时，男人突然叫住了豪斯。 Just touch my leg. What, are you gonna charge me with assault again? No. I felt it. 豪斯马上安排下属给男人做一个核磁共振，但小黑强调之前已经给他做过了。豪斯解释说，男人的身体情况发生了变化，必须再做一次。果然，核磁共振结果显示，男人的脊椎上出现了动静脉畸变，压迫了脊椎，从而导致了他下半身瘫痪。可奇怪的是，之前的检查为什么没有发现他呢？突然，豪斯想到了什么。如果之前动静脉畸变藏在了肿胀的部位之下，核磁共振是发现不了它的存在的。而医生们最开始给男人使用过类固醇来治疗肺炎，类固醇同时将肿胀清除，使动静脉畸变暴露了出来。那么现在只需要将动静脉畸变移除，他就可以重新走路了。手术后，男人很快便恢复了正常。女人发烧105度，他找出了女人随身携带的包包，将她的个人物品全部倒了出来，一股恶心的味道瞬间在办公室内弥漫。豪斯让下属先给女人补充电解质试试看，可没想到刚刚用过药，女人却又出现了幻觉，嘴里一直喃喃地说着不是我的错。医生们只能先通过手术将钉子取出，不成想取出钉子后却有了意外的发现。豪斯在钉子上发现了序列号，一边让小帅进行切片检测来确认到底是不是卵巢癌。可就在治疗的过程中，一束阳光照在了女人的脸上，女人瞬间变得惊恐无比，嘴里还一直嘟囔着都是我的错。小帅便兴奋地拿着检测结果走了进来，他又用力将整根针头都扎了进去，女人还是感觉不到。随后豪斯轻轻在女人脚趾上又扎了一下，女人疼得抽搐了一下。豪斯好像找到答案了，女人也只能静静等待死亡。但小黑不忍看到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样孤独的死去。根据女人出现幻觉时一直在道歉，小黑推测她应该是做错了什么，从而导致她的家人狠心将她抛弃了。于是小黑决定去找一下她的家人，可来到后却发现这里已经荒废了许久。最后在一本日记中才终于揭开了女人背后的故事。原来她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她开的车。从那以后，女人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当中，最后甚至出现了精神问题，成为了一名流浪汉。而此时女人的生命也即将走到终点，她又出现幻觉了。她将小黑误认成了她死去的丈夫，小黑也没有反驳，而是用丈夫的口吻原谅了她。女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终于将一切释怀。经验丰富的专家没有穿戴任何防护就闯进了手术室，甚至将一只动物尸体直接丢在了正在手术的手术台上。主刀医生觉得他疯了，赶紧让人去叫保安将他赶出去，好继续进行手术。可没想到下一秒，这下手术不得不被迫暂停了。病人父亲得知后怒气冲冲的一拳就将豪斯打倒在地，因为他破坏了儿子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机会。但他不知道，豪斯做的这一切反而是在救他的儿子。几天前，男孩因咳血被送往医院，可医生们给他安排了一系列检查，不仅没有查出他的病因，他的病情反而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左眼出现了血凝块，直接导致了男孩左眼失明。但血凝块的出现让小美怀疑是红斑狼疮，不过豪斯依据自己的经验马上否定了他的猜测。当务之急是优先解决男孩眼睛的问题。豪斯提出通过针管从眼睛中引流出玻璃体液，这样视网膜动脉周围的空间就会宽松许多，血凝块便会自己流走。很快，男孩的眼睛便恢复了正常，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女友刚刚送上一个香吻来庆祝小伙眼睛的康复，下一秒小伙便拖了女友一身，他的肝脏开始衰竭了，血凝块，肝脏衰竭。再加上之前的咳血，这让小美更加确定是红斑狼疮。但豪斯认为，如果是红斑狼疮的话，病情不会恶化的这么快。他推测男孩患上的是 U 型肝炎。同事们对豪斯都无语了，因为明明红斑狼疮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无奈豪斯是他们的上司，他们只能按照 U 型肝炎进行治疗。可还没开始用药，男孩便出现了幻觉，他大叫着让朱尔斯不要折磨他。虽然在父亲的安抚下，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可当医生们将他扶起来后，却震惊地发现男孩好像来大姨妈了。随后男孩便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幻觉、肠道出血，再加上之前出现的种种症状，已经可以基本确认男孩患上的是红斑狼疮了。但由于豪斯医生之前的误诊，让男孩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他现在必须得换肝才能活下去。可健康的肝源可遇而不可求，眼下的众人除了焦急的等待，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但豪斯仍然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询问家属男孩幻觉时提到的朱尔斯是谁，男孩父亲没好气的让豪斯赶紧滚蛋，下属们更是让豪斯早点回家休息去。豪斯只能上前解释，狼疮确诊的重要依据是精神紊乱，而精神紊乱与幻觉是有区别的。最后终于在男孩女友口中得知，朱尔斯是家里1个月前老死的一只猫咪。豪斯立即让下属去将猫咪的尸体带回来，两人虽不情愿，但豪斯毕竟是他们的上司。拿到尸体后，豪斯第一时间进行了解剖。与此同时，男孩也终于等到了可以救他命的肝脏，医生们马上安排了移植手术。可刚刚对男孩做完麻醉，豪斯便闯进了手术室，让众人停止手术。原来他刚刚在猫的体内发现了白蚁，而白蚁会制造樟脑来保护巢穴，所以豪斯推测男孩是急性樟脑中毒。但主刀医生显然并不相信豪斯的话，他让人去叫保安将豪斯赶走，好继续进行手术。豪斯无奈之下只能出此下策。这下手术不得不被迫暂停了。下属们一边讨伐豪斯，一边打算重新安排手术，却被豪斯严厉制止。豪斯解释说，樟脑是脂溶性气体，吸入后会在脂肪细胞中囤积下来，而如果继续动手术，它会在手术台上躺14个小时，届时身体会燃烧脂肪汲取能量，从而更多的毒气会进入身体系统，那样他一定会死在手术台上。此时男孩父亲得知手术被豪斯逼停，也怒冲冲的赶到，直接一拳就将豪斯打倒在地。在得知了豪斯最新的诊断后，更是陷入了两难。如果选择相信豪斯，那这枚肝脏就会转给其他的人，万一到时候豪斯又是错的，那他的儿子就只能等待死亡，因为绝对不会有第二枚肝脏了。 I think you should trust Dr. House. Give the liver to the other guy. 小黑跟小帅来到了男孩家里，因为如果豪斯判断正确的话，那么男孩卧室4面墙里肯定都是白蚁。INR's down, and his red count is climbing. His liver's healing. He's gonna be just fine. 下一秒，伸向酒杯的手就开始颤抖起来，紧接着大腿处便传来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女人骗股东们说自己来大姨妈了，便草草结束了会议，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医生们初步怀疑是腿部血栓，可做完一系列检查后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不料当天晚上，女人的腿又一次疼了起来，这次的疼痛等级更是达到了10级。女人发出了痛苦的嘶吼。新出现的症状让豪斯怀疑是原发性骨肿瘤，并马上安排女人做了骨骼扫描，可依然没有发现她的骨骼有任何问题。眼下还有一种可能是牵涉性疼痛，就是女人身体某个部位可能有癌症，从而导致了腿部的疼痛。根据女人的年龄，医生猜测问题可能出在结肠，建议女人做一个侵入式结肠镜检查来排除病因。可没想到女人听到检查内容后却果断拒绝了，她不想被这么没有尊严的对待。这让豪斯一时间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拿起成像反复端详，却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血管造影成像上的竟然是2只左脚，这一定是下属弄错了。豪斯大发雷霆，并且让下属赶紧去重做血管造影。可检查刚要开始，女人突然变得呼吸困难。小黑通过听诊器发现她肺部出现了大量的积液，豪斯让人为她做胸腔穿刺，引流出肺里的积液，同时将液体送去检测，而他却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回想着女人这些天出现的症状，可却没有想出任何一种符合这所有症状的疾病。突然豪斯想到，他们好像都遗漏了一种症状，羞愧。女人在听到自己要做结肠镜检查时拒绝得太反常了，她一定隐瞒了什么事情。于是豪斯趁着女人熟睡来到了病房，偷偷掀开了女人身上的被子，果然发现女人的臀部布满了伤痕。最后在豪斯的逼问下，女人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女人之前患上了暴食症，但她太注意自己的形象了，于是便通过自残和服用催吐剂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听到这，豪斯终于知道原因了，过量的服用催吐剂对肌肉造成了损伤，让他的双腿疼痛难忍，并且豪斯猜测他的心脏一定也已经受损严重。果然，胸腔积液的化验结果显示他出现了心脏衰竭，必须马上进行心脏移植才能活下去。可移植委员会不会将心脏交给一个有自残倾向的人？为了让女人活下来，豪斯不顾可能会失去行医资格，
在委员会上故意隐瞒了女人的病情。最终，女人如愿得到了这枚本不属于她的心脏，移植手术也非常成功。但豪斯却显得有些惆怅若失，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究竟是对的吗？因为在女人获得心脏的同时，一定有另一位患者失去了移植的机会。那你觉得豪斯做的对吗？医生牵着一头满身细菌的猪走进了手术室，然后将这头猪与腰缠万贯的黑帮大佬放在一起进行手术，而这头猪也即将成为黑老大的救命恩人。几天前，黑老大正吃着猪排唱着歌，突然就感到了一阵眩晕，紧接着便深度昏迷摔倒在地，手下马上将他送往了医院。医生们检查后发现黑老大的肝脏受损严重，血清测试也确认他患有丙型肝炎，并且血液中雌性激素的水平很高，这让小帅认为已经可以确诊了，一定是丙肝造成了肝脏受损，从而导致他陷入昏迷。但豪斯马上否定了小帅的想法，因为丙肝是一种慢性病，而黑老大的症状明显是一种急性反应。于是豪斯让下属给他做个肝脏活检进一步诊断，果然活检结果显示黑老大的肝脏里存在毒素，毫无疑问他是中毒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毒素检测出结果需要4个小时，而以他的肝脏损坏程度恐怕只能撑2个小时了。现在必须要在2个小时内给他换一枚新的肝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筹莫展之际，豪斯突然想到还有一种办法，他让护士将一头猪带进了手术室，然后将黑老大的血抽出来输进猪的身体里，通过猪的肝脏帮他清理血液中的毒素，这样就可以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来找出黑老大中毒的真正原因。计划非常顺利。第2轮检测结果也显示黑老大的白血球计数低，结合病历上说他近期正在戒烟，豪斯很快便从他的私人物品中找到了一款含有柴胡的戒烟糖。柴胡在降低烟瘾的同时也会降低他的白血球数，看来他一定是吃了太多戒烟糖，从而导致了自己中毒。那现在只要等猪猪帮他清理完血液以后，他不再吃糖，他的身体就会开始好转。果然，清理完血液后没多久，黑老大就醒了过来。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才只过了1顿饭的功夫，黑老大却又陷入了昏迷，这让豪斯也一头雾水。但就在此时，小帅的一句话却引起了豪斯的注意。他说黑老大一定不是食物过敏，因为他的手下们对他的食物进行了严格把控，并且吃的都是一些高营养食物。听到这里，豪斯好像找到答案了。鸟氨酸氨钾酰转移酶缺乏症，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如果食用大量高蛋白的食物，便会出现黑老大出现的种种症状。唯一解释不通的是，这种病并不会导致黑老大之前出现的雌性激素过高。但豪斯还有个猜测，那就是他的雌激素不正常跟他的病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黑老大是一个男童，他之前有服用过雌激素药物。如果豪斯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只需要暂停一切治疗，黑老大的身体便会自行好转。可如果豪斯是错的，黑老大不是男童，那雌激素水平的不正常就是因为某种疾病引起的，停止治疗便会让他丧命。但最终的选择权在病人家属手中，也许是黑老大的弟弟之前便察觉到哥哥的性取向可能不太正常，于是他同意了豪斯停止治疗的方案。最终停止治疗后一段时间，黑老大缓缓醒来，他的身体也在开始恢复正常。但以后小弟们在跟自己老大相处可能要小心一点了。医生竟差点把他的胸部给割掉了，原来跳着跳着他就感到呼吸困难，紧接着便心脏病突发昏倒在地，老师赶紧将他送往了医院。可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怎么会得心脏病？医生们最初怀疑她可能患有代谢综合征，因为代谢综合征患者如果血压过高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心脏病。于是医生们马上安排女孩做了高胰岛素血糖前加检测，可没想到测试过程中却出了意外，女孩突然变得异常暴躁，并且出现了血糖过低。医生们给她注射了镇定剂才让她稳定下来。新出现的症状让小帅怀疑女孩体内有血液凝块，是低血糖造成了血液凝块，从而引发了心脏病。但豪斯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女孩在偷偷服用减肥药，因为减肥药同样也会引起心脏病以及血液凝块。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豪斯一边让小美跟小帅给女孩使用肝素和华法林，以阻止形成更多血块，另一边让小黑去女孩学校问问他的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女孩在偷偷服用药物。果然，在女孩同桌口中证实女孩确实在偷偷服用减肥药，但女孩的母亲却一口否定，她认为女儿绝不会瞒着自己做这种事情。直到听到女孩亲口承认，原来过度的肥胖让她受尽了嘲笑，没有一个人愿意和她做朋友，她只是想要瘦一点。那现在只要经过简单的治疗，她就会慢慢好转。可本以为一切已经真相大白了，女孩却又出现新的症状，她的皮肤开始坏死。豪斯马上想到了之前给女孩使用的华法林，华法林如果不搭配肝素一起使用的话，便会诱发皮肤坏死。可当豪斯询问下属是否确认使用了肝素，下属竟然说记不清了。豪斯大发雷霆，让下属赶紧去补用肝素弥补过失。可即使使用肝素后，女孩的病情依然迟迟不见好转，她的皮肤坏死甚至更严重了。如果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治疗还没有效果的话，就只能切除女孩的整个胸部来保全她的性命了。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女孩的情况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似乎她的结局早已注定。但就在此时，豪斯却注意到了女孩的身材，他突然想到，如果女孩的肥胖也是一种症状，那什么病会引起肥胖以及皮肤坏死？ It's Cushing's. 但想要确诊库欣氏综合症，还需要做一个 UFC 检查。可女孩已经没有时间了，而如果不是库欣氏综合症却使用了这种病的治疗方法的话，女孩一定会死。
一筹莫展之际，豪斯提出给女孩做一个核磁共振。既然无法短时间内确定女孩得的到底是不是库欣氏综合症，那就通过核磁共振摄影来看看女孩体内有没有什么会导致她患上这个病。如果有的话，就说明豪斯是对的。果然，核磁共振发现女孩的脑部存在一个肿瘤，是这个肿瘤导致了库欣氏综合症，继而干扰激素使她过度肥胖。最终，医生们在女孩嘴唇下方进行切口，然后借助纤维光学显微镜成功将肿瘤切除。几个月后，女孩来到医院复检。医生们都快认不出她了，因为她现在变得苗条且自信。医生正在诊断室内打游戏，无意间听到男人说话时有些咬字不清，他由此判断男人可能快要死了。于是他走上前，拿起小锤在男人膝盖上敲了一下，果然，男人没有任何膝跳反应。豪斯推断问题一定出在男人脑子里，于是马上安排了核磁共振检查以及腰椎穿刺。可2项检查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只有脑部布洛卡区有一点小小的阴影。小帅提出可能只是影像质量问题，但豪斯却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想要给男人做一个开颅检查，不曾想女院长得知后却果断否定了他的计划。 You're not doing a brain biopsy based on a spot on an MRI. 但豪斯担心斑点如果是肿瘤或者感染，不马上治疗的话就会要了他的命。最终，在征得了患者的同意下，开颅检查得以继续进行。随着活检结果的呈现，也证实了男人患有弓浆虫病，而弓浆虫病多发于患有艾滋病的人群，所以男人极有可能是艾滋病患者。小黑立即给男人做了艾滋病毒测试，果然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男人却崩溃地说这不可能，因为几十年来他就只做过一次那种事情，况且他是一名即将竞选总统的政客，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他还怎么竞选总统？豪斯直言你不可能成为总统，因为白宫之所以叫做白宫，可不仅仅是因为墙壁的颜色。殊不知男人更在意的是不想让自己的种族因此蒙羞。多年来自己为了竞选一直小心翼翼，他只是不想让黑人继续受到歧视。这番话让豪斯为之动容。于是他重新给男人做了艾滋病毒测试，因为他不相信一个行事如此谨慎的人会沾染艾滋病毒。果然，测试证明第一次的化验结果是假阳性，男人并没有得艾滋病毒。但坏消息是他的病情还在持续恶化，他的呼吸系统已经严重受损。一筹莫展之际，豪斯突然注意到他的埃巴氏病毒测试呈阳性，但小黑表示这与他的症状无关。可豪斯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急忙来到男人病房，顾不得男人呼吸困难，便取下了他的氧气罩，因为他要问清楚男人一些信息。You had an epileptic seizure. I haven't had a seizure since I... What medication did you take? No seizure since I was 6. No drug since I was 10.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 question is. Don't worry that you're starting to feel dizzy. Just stay on message. My mother used to call and... Find something! Phenytoin? Yeah! Okay, you're okay. Everybody lies. 原来，男人小时候曾患过小儿癫痫，但后来为了让竞选总统之路顺利，他隐瞒了自己的病因。而治疗小儿癫痫所服用的苯妥因中含有埃巴二氏病毒，这种病毒可能会导致变异型免疫缺陷病，从而引发男人所出现的症状。那现在只要针对性治疗，男人就可以痊愈。几天后，医生们马上给他做了内窥镜检查，果然喉咙里有肿胀阻塞了食道，肿胀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于是医生们给他做了个 X 光片来探查病因。母爱是无私的，女人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剖腹产手术，她甚至已经在交代自己的身后事了。可女人却明确地表示，即使能够提高孩子1%的生存几率，她也宁愿去死。于是他猜测这不是女人的第一个孩子，果然女人承认自己18的时候意外怀孕有过一个孩子，但那个孩子，豪斯怒骂女人太过自私，最终豪斯成功将女人骂醒，他同意了进行手术。女人很快被送进了手术室，可刚刚给她打完麻药，一通电话却直接叫停了手术。医生们马上进行了剖腹产手术，可孩子取出来后却没有呼吸。与此同时，医生们一边对母亲进行心脏复苏，一边准备对婴儿进行插管抢救。医生无意间看到女孩转动脖子时感到酸痛，他由此判断女孩可能快要死了。于是他让女孩学着他的动作上下点头，上下点头时女孩却感觉不到任何疼痛。紧接着他让女孩把衣服掀起来，发现女孩腹部出现了大片的红疹，再加上女孩因发烧来到医院，种种症状加起来让豪斯认定她的病情不简单。他马上让下属去给女孩做脊椎穿刺检查，排除脑部感染，可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下属认为豪斯是在小题大做，但就在此时，女孩眼睛里却流出了鲜血，紧接着嘴巴里也开始往外溢血。医生们为女孩做内窥镜检查，试图找出出血源，可摄像头在女孩体内一通翻找，还是一无所获。看来出血点一定在更深的位置，只能让女孩吞下一颗摄像胶囊，然后利用胶囊传回的影像进行更深处的探查。
很快，医生们便发现女孩小肠内出血，但这只是症状，并不是病因。一筹莫展之际，女孩却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她失神发作了，这说明她的脑部一定存在问题。医生马上给她做了个颅内超声检查，果然她的颞叶里有严重的出血，必须马上进行手术。万幸手术非常成功，但坏消息是，医生们还是没有找到导致她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而女孩的身体还在持续的恶化。突然，豪斯想到，也许自己一开始就是错的呢，毕竟自己的误诊率可是100%。如果他最开始出现的皮疹并不是皮疹呢？他马上让下属提取细胞去做检查，果然皮疹并不是皮疹，而是紫癜，是他的皮肤在出血。但什么会引起这个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个12岁的小女孩怀孕了。最终，超声检查证实女孩的确是怀孕了。怀孕时，女人的身体内部会发生生化反应，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会出现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从而导致女孩出现的种种症状。现在只需要终止妊娠以及采用血浆除去法进行治疗，女孩就可以痊愈。事后，女孩也选择真诚地跟父母道歉，从而获得了父母的原谅。美女医生拿出了一根钢针，狠劲地朝着男人的肱二头击扎了进去，男人却发出了无比享受的呻吟，甚至让美女医生不要停。紧接着，医生又将钢针扎入了男人的小臂，剧烈的痛感却让男人直接露出了微笑，这让美女医生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男人到底得的什么病？1天前，男人因磨牙来到医院就诊，可排队时却突然中风了，甚至连右眼瞳孔也完全扩张。医生们马上给他做了脑部 CT 扫描，可单从 X 光片上却看不出具体病因。小黑建议做一个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诊，但豪斯医生却说做核磁共振只会害死他。直到此时，众人才发现男人的下颌竟是一整块金属板，看来他一定做过大型的面部重塑。那现在只能用排除法对男人进行病情诊断。豪斯先让小美给男人做一个肌电图检查，以排除外周神经损伤。可当钢针深深插入男人的肌肉中，男人竟表现得异常享受。但小美并没有多想，因为她的肌电图检查显示一切正常。可正当医生们准备对她进行下一项检查时，走进病房却发现她的朋友正试图掐死她。男人已经快要窒息了，医生们赶紧将女人控制住。可男人缓过来后，第一件事却求医生们不要伤害女人。他说自己是自愿的。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in here? 原来男人有受虐嗜好，他喜欢被人殴打以及控制的感觉。新的发现让医生们认为男人应该是由外伤引起了动脉瘤，需要进行血管手术找出动脉瘤将其切除。可男人却死活都不愿意进行手术，他太害怕了。即使医生们将他的女王搬出来，女王以命令的口吻让他同意手术，但男人的表现却一反常态。 Where do you get off telling me what to do? Get out of my room, you back-faced witch. This isn't like him. 紧接着，男人便出现了剧烈的情绪波动，他又中风了。这次他更是直接陷入了深度昏迷。豪斯只能让下属潜入男人家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亲人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来代替男人签下手术同意书。除了意外发现了一些幸福道具，以及小帅顺手拿了2盒薄荷糖，也终于不负众望地联系到了男人的父母。最终手术得以顺利进行。不料外科医生一通检查后，却发现男人并没有的动脉瘤，这让所有人都一头雾水。那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他的中风？一筹莫展之际，豪斯突然想到了小帅送给他的薄荷糖。据小帅说，男人家里有整整1抽屉的薄荷糖，而薄荷糖并不会上瘾。那什么样的人会购买大量的薄荷糖呢？只有口臭的人。豪斯捏开男人的嘴巴，让小帅闻一下，果然恶臭难忍，而这是突发性骨髓炎的症状之一。豪斯猜测是男人当年面部受损时没有完全治愈，口腔里受感染的组织剥落，阻碍了流到大脑的血液，脑部供血不足，从而导致了男人中风。而扫描时没有发现口腔的异常，是因为被金属片挡住了。说着，豪斯将一根针管插入了男人的下颌，果然抽出了满满的脓液。随后，医生们马上通过手术将金属片取出，并且将脓包清除。男人的身体也终于开始逐渐康复。事后，男人也问出了自己最担心的问题。 Or my parents here. That should be fine medically.